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 E 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 E 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 G 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 E 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 G 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。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，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显大吃完小，吃显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。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，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，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泡了汤的馄饨皮儿。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去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稳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，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。哎，我婆婆昨天跟我老公产生了重大经济纠纷，给我打电话让我评理。因为啥呢？我女儿啊快6岁了，昨天掉了人生第一颗牙。这个国外呢有个传说，就是小孩掉了牙就放到枕头底下，然后晚上牙仙子会来到他的卧室，把牙取走，然后给小孩留点钱。我女儿呢本来牙掉了挺疼，要哭，结果一听说要给钱，当时憋回去，乐呵的拿着他那个小牙放到塑料袋里，说晚安吧各位，我上去了，晚上牙仙子就要来了。我女儿上楼之后呢，我婆婆就问我老公了，那你说这牙仙子谁当的？我老公说我当不了，我兜里没有现金，他呢没有收款码，给不出去的钱。我婆婆说我呢咱说也不是不能当，但是我现在兜里呢没有小钱，我最小的现金是$20。你说我拿$20，那得是换什么牙？金牙呀，这个铜块有点昂贵，要不然呢今天晚上我就先把那牙拿走，完给他留封信，就说下次掉牙的时候一起给，然后你呢明天赶紧去求点现金，完你给。我老公说打白条啊，你嫌牙仙子的铜块太贵，你可以换个便宜的，你就不信他这一套，还牙仙儿，你就换来自铁岭张彩玲他奶那套铜话。都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，铁岭童话的尽头是大马猴嘛，你就说牙让大马猴给吃了，他们的童话节约成本，大马猴不要钱。然后呢我老公就睡着了，就当爸爸的就容易比较粗心，但是我婆婆还是很细心很善良的，到底伪装这个牙仙儿，把这个钱放到我女儿枕头底下了。第二天我女儿醒来一看枕头底下$20，非常开心，然后正好周末一家一块逛街去了。到了商场，我女儿就相中了个帽子，就跟她爸说，爸，你说你这17根头发，头皮都快被晒漏了，我给你买个帽子吧，今儿我有钱。我婆婆当时就着急了，那是牙仙子的钱。我女儿说但是牙仙子给我了呀。我婆婆说但是你可以还她呀。我女儿说我不认识牙仙子，我怎么还？我婆婆说我认识牙仙子，他昨天晚上不把钱给你放你枕头底下了吗？你今天晚上你再放回去，完我告他，今晚他再来。我女儿说他拿我当核酸点呢，天天来，他拿我当核酸点呢。你告诉他不给钱不用来了，我下次掉牙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他。我婆婆一看跟孩子说压根没有用，就得跟大人说。我老公贼高兴，搁那试帽子呢。然后我婆婆过来了，偷摸跟我老公说：“你把帽子给我退了。”我老公说：“这是我女儿的心意，我退什么退？”我婆婆薅着我老公帽子要退，你给我退了！你女儿心意从哪来的？我老公说：“人牙仙子给孩子的，你别撕吧，你别撕吧，你再撕吧，大马猴来了啊，给你抓走喂老妖精。”
哎，你们看我老公长得胖胖乎乎、憨憨厚厚的，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他和我家人相处都特别融洽、没有矛盾的错觉？你以为他就不制造家庭纷争吗？你以为他没给他老丈母娘惹哭过吗？今天我跟你讲讲我老公给我妈气哭了的真实故事吧，给我也差点没气过去。因为要真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吧，闹把矛盾也算值得。就因为一个屁，让丈母娘给撵出去了，你说他有没有毛病啊？首先哈，就我老公末梢神经松弛这个事儿，他随根儿，他家人都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。我还记着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哈，就是到他家也就第3天、第4天的阵儿吧。有一天晚上一块吃晚饭，我们还都吃着呢，他爸先吃完了。完事我脑袋顶上的灯泡呢就嘶嘶作响，还微颤。我这公公呢就把这灯给关了，完仓家站凳顶上去了。结果他这是金猴一灯，屁散众生，我就听噗哧一下子。哎呀，当时那情景就我还没吃完饭呢。关键是吧，我刚开始根本没注意这灯泡有毛病，我不知道他要来换灯泡了。就当时给我吓得，我寻思这加拿大西海岸放气儿都得走程序呢，先吃饭后关灯，登高1米放春风。完事当时哈我脸都红了，我寻思这老头当着我面出现这事故得多不好意思。结果我公公就哈哈一大笑，说的也劲使大了。然后我就观察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啥反应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就他家人都这样，就都不觉得这是个啥难为情的事儿。可以说他家的家风就是随放随孔，景美人松。我当时住他家姓穆赫兰嘛，我觉得我就是住在一片老穆家的祥云里头。所以说吧，就家风导致我老公认为这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事儿。但是呢，好在他第一次来铁岭来我家，他发现大伙儿还算挺严肃挺正经的，他就一直没放飞自我。完事呢，他的第一次铁岭之行马上要结束了嘛，就大伙儿对他的整体印象还算还行不错吧。结果在他走的头一天，我妈请大伙儿吃饭来我家给他送行。这家伙我二姨我老姨忙活一下午，准备一大桌菜，但这里头呢就有几个容易引发剧情的豆菜。完大伙儿这酒足饭饱了之后呢，我哥就是我妈大外甥呗，就耍了一下剑。东北话叫耍剑，普通话解释就是为讨欢心，小事完毕吧。我哥呢就很云淡风轻的就一抬臀就补了一下。这时候我小弟呢就二外甥呗，就很怕我哥就独自充当了一把时代的弄潮儿，马上也就一抬臀补加一下。哎呀妈，我这大胖媳妇儿就当时他也是到亮了，哎呀这家伙就来劲儿了，这一看击鼓传花啊，这是他就寻思原来这家人也没有那么严肃，就是啥事爱组团来。他寻思哎呀这壮年男丁都上了，那我能掉链子吗？这家给他激动的啪嚓凳一踹站起来了，大伙儿就都瞅他，以为他要讲话呢。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弯下他那3尺8的水蛇腰，咣呀一声，哎呦我的妈！空气脆了，人醉了，我妈的慈祥稀碎了。关键人家放完还转过来了，冲着请客的主人我妈飞了个大眼儿，然后还让我翻译，问妈妈是不是咱家赢了？是不是咱家赢了？当时我妈就气哭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们可以问我妈，你看我白话没？就我妈气的就她必须得出去，就不能看她。完我二姨夫算是俺家就算最有文化的大明白呗，完还帮我老公就想借口开脱呢。大姐，这外国人吧，肠子短，沟回少，末梢神经管不好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妈，他放完他还冲我笑呢，他怎么能是不故意的？哪有这么对待丈母娘的呀？完我也气够呛，我就给我老公领出去了。结果他还跟我歪上了，整的我两面受气。哎妈，我老公当时老委屈了，问我那怎么你哥你小弟都行，就到我这就不行呢？我说他们都是家里人，你不是吗？我老公。哎呀妈呀，不吃豆来不回神儿，我就是个过路人，不到屁时不死心，全家就我不算亲。